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我已经有约了。小美，你有没有遇到过一种情况？什么情况呀？快告诉我，我很想听。就是啊，你邀请朋友出去玩，然后朋友怎么说呢？他会说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约了。这很正常啊，有约就改天呗。但有时候那个约好像不存在。真的吗？你是说那不是真的约？对，感觉像是一种很委婉的拒绝。哇，这就有意思了。我怎么分辨呢？是啊，我也常常在想这个问题。我也用过这种方式拒绝别人呢。哈哈，你就是那个有约的人。有时真的有约，有时只是不想去。不想直接说不会很尴尬。对，面子很重要，不想让人难过。所以用有约就比较有礼貌。别人听了也不会觉得不舒服。我第一次听到时，真的以为有约。后来发现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对，我还问他约了什么事儿呢。那对方会怎么回答你呀？他就说就是一些小事了。哈哈，这下就明白了。感觉学到了一个新的社交技巧。所以，这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方式。是的，很讲究人际关系的和谐。礼貌的拒绝比直接说不好。直接拒绝可能会让气氛变僵。但我们怎么知道是真的有约吗？通常语气和表情会有一些提示。如果语气很肯定，大概是真的。如果有点犹豫，可能就是客气话。了解了，下次我会注意这些细节。不过，我们也不能追问太多哦。对，追问会让人觉得没礼貌。尊重别人的选择也很重要。这种沟通方式真的很有趣啊。学语言也是在学文化和人情。一句话背后有这么多小秘密。所以，听懂言外之意很重要。是啊，这需要多观察多体验。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呢。对，每个词都有它的文化背景。就像这个我已经有约了。简单几个字，却含义丰富。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知识点。对，下次遇到就心里有数了。真是越学越有意思，越学越爱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比如说，如果对方特别热情。热情到让你不好意思拒绝吗？对，或者对方是长辈或上司。哦，这可就更需要技巧了。是啊，直接说我有约了可以吗？如果是长辈，可能需要更委婉。怎么个委婉法呢？好奇。你可以先感谢对方的邀请。先表达谢意，这是基本。然后再轻描淡写的提及不便。轻描淡写，听起来很有趣。比如，哎呀，真不巧今天不行。哇塞，这跟我有约了不一样。对，强调的是不巧，而非拒绝。原来如此，避重就轻的感觉。没错，给足对方台阶下。
哇，这跟西方文化很不同。是啊，更注重维护和谐关系。我想起上次我一个朋友的经历。哦，快说说，是不是也遇到难题了？他被老板邀请去唱 KTV。哈哈，这可是个大挑战。他其实那天特别累，想回家休息。那他怎么拒绝的？他说：“老板，谢谢您的好意。”这个开头真是滴水不漏。我家里有点急事，下次一定去。哇塞，这个回答真的太聪明了。老板听了也很理解，没再坚持。这就是留有余地的艺术。留有余地说得太精辟了，既表达了心意，又没伤和气。那么大家觉得在什么情况下，我们可以直接说我已经有约了呢？哎，这倒是个好问题。我觉得对待平辈朋友会比较常用。关系比较亲近，就可以更直接。对，因为大家了解彼此的习惯。这种社交距离感很有意思。比如，在中国，送礼也有很多讲究。哦，送礼的讲究是什么？数字啦，颜色啦，都有特别含义。哇，连数字都有讲究。对啊，比如4就很少送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因为听起来像死。没错，这些都是文化的体现。学语言真是在学整个社会。对，下次我们可以聊聊送礼的禁忌。哎呀，这肯定又有很多故事。到时候我们再细细道来。哇，光是送礼就能聊这么久。可不是嘛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。那除了4，还有别的禁忌吗？比如送钟，听起来像送钟。哦，这个我听说过，不吉利。对，还有送鞋，是送鞋的意思。哎呀，幸好我从来没送过鞋。哈哈，你很幸运，避开了雷区。我有次差点送了一块表给长辈。哇塞，那可真是差点犯大错。是啊，还好朋友及时提醒了我。所以，送礼真不是件简单的事。这让我想到，送礼还要分对象。没错，给领导的、给朋友的都不同。比如，给长辈要实用又体面。给平辈可以更注重心意和创意。心意比价值更重要一些。但也要考虑对方的需求和喜好。我有时会想，他们怎么记得住这些？是啊，就像一个无形的文化考试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些细节比语法还难？语言背后是复杂的社会规则。说到这，其实还有个面子的问题。哦，面子又跟送礼有什么关系？给好礼就是给对方长面子。原来如此，这是礼仪的核心啊。礼物的价值有时也代表尊重。没错，但不是唯一标准，心意也重要。那如果对方客气地拒绝了礼物呢？中国人常会推辞1、2次才收下。啊，我以为他们是真的不想要。哈哈，那你就太直接了，要再坚持。所以要多递几次，表达诚意。对，这是一种谦虚和礼貌的表示。
这真是太考验耐心和情商了。不过，也有真的不想收的时候。那怎么判断是真的还是客气呢？就要看对方的语气和表情了。哇，这又是另一个难题了。得靠经验慢慢积累和观察。我有朋友遇到过送礼送不出去，对方可能觉得太贵重，不想欠人情。原来如此，那拒绝也是一种好意。对，下次我们可以聊聊如何巧妙拒绝。哎呀，这肯定又有很多学问。尤其在工作场合更复杂。是啊，商务场合的礼仪更严格，简直是处处充满文化玄机呢。看来我们还有很多要深挖的。下次就深入探讨拒绝的艺术。对啊，拒绝得体很关键。所以不能直接说不吗？通常会先找个理由铺垫。这就讲究说话的技巧了。拐弯抹角更有智慧。我记得有次朋友请吃饭，你怎么拒绝的呢？我就说那天我已经有约了。这样对方就不会不开心。是啊，听起来很自然。这比我不喜欢吃好多了。哈哈，那确实太伤人了。有时还会加上一些歉意。比如真不好意思是吗？对，显得更有礼貌。这种表达很保护对方面子。没错，中国人很看重这个。我有个外国朋友就吃过亏。怎么了？讲讲看。他直接拒绝了同事的帮忙。哇，那同事肯定不高兴。结果他们关系变得很尴尬。这就是文化差异的体现。是啊，学会拒绝很重要。而且要拒绝得有艺术性。那我们再想一个词语。比如下次再说怎么样？这个词也很常见。大家觉得它在什么场合用？我觉得通常是婉拒邀请。对，给对方留个余地。避免把话说得太死。这也是中庸之道的体现。哇，上升到哲学层面了。哈哈，其实就是求和谐。但如果对方一再邀请呢？那就要更巧妙地拒绝。比如装作没听见可以吗？哈哈，那样太不礼貌了。我有一次就是太委婉了。结果呢？被缠住了吗？对，最后还是去了饭局。所以把握尺度很重要。这需要大量的实战练习。得多观察本地人的做法。我觉得拒绝上司更难。哦，这可是个大挑战。既要拒绝，又要不失分寸，还要保持良好工作关系。这个问题，下次我们再深入聊聊。那可太有意思了，很期待。是啊，社会交往是门学问，尤其是在中国，更要用心。礼节和面子真的很难拿捏。我发现很多人爱说客套话。比如下次一定之类的。对，那常常不是真的下次。哈哈，刚来时我总当真。结果你会觉得有点尴尬吧？有一次就白等了朋友。
啊，原来是这样理解的。所以要听懂话里话外。这就是言外之意吧？没错，中文语境很丰富，要多练习，才能心领神会。我有个朋友很爱邀请人，这种人拒绝起来最难。他热情的让你不好意思。是啊，盛情难却就是这样。我试过最近很忙推脱，他会说我帮你安排时间。哇塞，真的遇到过这种人。那怎么办？难道直接拒绝？直接拒绝怕伤了和气。哎，人际关系真复杂。遇到盛情可以这样说。怎么说？快分享一下。心领了，下次我来请你。这招很棒，既感谢又推迟。是的，还能给对方留面子。你觉得这种说法怎么样？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呢？这种以退为进，很有智慧。没错，它能避免直接冲突。毕竟中国人讲究和为贵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圆滑。不是贬义词，是智慧。对，是为了维护人际和谐。我发现送礼物也是这样。怎么说？有什么讲究吗？常常要推辞几次才收下。我以为他们不喜欢呢。那是客气，表示尊重和谦虚。哈哈，文化差异太有趣了。真的，很多细节值得深究。那如果对方一直送礼物呢？那真的会让人头疼。尤其是当你知道送礼有目的。哦，这可不是简单的拒绝了。没错，可能涉及到人情债。那就更需要高情商来处理。这个问题，下次我们再接着聊。哇，这比拒绝上司还复杂。是啊，人情社会学问大。我已经等不及想听了。哈哈，是啊，这可比说我有约了复杂。拒绝上司的邀请，可能就得看技巧。有时甚至要先答应，再找理由。哦，这招很高明，给自己留余地。对，直接说不，可能显得不给面子。尤其是在中国人际关系里，面子很重要。所以说话要绕个弯，不能太直白。我就怕绕来绕去，对方还是不懂。那可能你的弯绕得还不够巧妙。哈哈，这是在考验我的语言能力吗？没错，中文的拒绝艺术很有深度。比如，请客吃饭，说下次吧。这下次就可能永远没有下次。听起来有点残酷，但很真实。这也是一种婉拒，不伤和气。那如果对方真的想请，怎么分辨呢？他会再约你，并且提供具体时间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需要用心体会。很多时候要看语境和语气。有时还会有肢体语言配合吧。当然，比如微笑着说不方便。这种学问真的需要在生活中学习。书本上学不到的，全是文化经验。对，就像我们今天聊的人情债。它和拒绝的关系真是千丝万缕。如果拒绝不当，可能就会欠下人情。或者
不小心让别人欠你人情。哈哈，这就像一场社交博弈啊。可以这么说，所以要谨慎对待。很多时候需要多替对方考虑，理解对方的立场，才能巧妙回应。这也是中文沟通的高级技巧了。没错，光靠词汇语法可不够。今天真的学到很多，很有启发。我也觉得我们聊得很深入。谢谢大明，让我对拒绝有了新看法。也谢谢小美分享了很多真知灼见。真的，我们今天聊的很多都是书上没有的，尤其是处理人情世故的那些潜规则。太有趣了，感觉像是打开了新世界。聊着聊着，时间又到了呢。是啊，今天聊得真尽兴，收获满满。我们今天探讨了拒绝的艺术，还有人情债。我觉得最关键的是，拒绝也要充满智慧和尊重。朋友们，你们有什么拒绝的妙招和经验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独家妙招。你们的故事总是能带给我们很多启发。下次我们来聊聊在职场如何优雅的赞美。恭维别人也需要高情商的表达。感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